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今天这个小视频展示给大家怎么样对这种箱式的热水炉进行年度的冲洗。这步工作呢，可能很多的 house owner 会忽略掉。很多人呢，可能这个热水炉放这儿几年，很多年都从来不会去想到要把它怎么样保养一下。实际上这个工作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热水在加热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些沉积物，这个呢有可能是水里面的矿物质。那么它会附着在这个 tank 的底部和这个加热管上面。那长年累月呢，这种沉积物呢会影响到这个热水炉的热效率。你这个热水炉用了大概3-5年以后，你就会发现它的热效率下降了，它烧的速度呢赶不上你使用的速度。另外呢，它也会降低这种热水炉的使用寿命。如果是经常冲洗、保养良好的热水炉呢，应该可以用10到15年以上。但是如果你从来不去保养它呢，用5到8年，你就会发现已经不太好用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它能够延长你家里面水龙头和淋浴器的寿命。现在有一些水龙头和淋浴器实际上还是蛮贵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个人的健康。因为没有人喜欢用那种里面有杂质的水，所以呢，定期的冲洗呢，实际上是提高了你用水的质量。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这样一项工作。这个呢，实际上非常简单。每一个人只要看了我的视频，你都可以很容易的在家里完成这样的工作。首先我要做的就是把热水炉的控制开关打到 Pilot 这一档。这个 Pilot 呢，实际上是这种点火器。打到这儿呢，它主要的那个 burner 呢，它不会启动的。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点火器仍然在亮，但是它主 burner 它不会启动。这样呢，你放水以后呢，这个热水炉不会燃烧，所以是安全的。如果你打到 off 呢，就是这个 pilot 也会关闭。这样的话呢，清洗完以后需要重新点火。也有些人说呢，要把这个气的气阀关掉。这个呢，我认为没有必要。你把这个做好就可以了，因为这种气阀关的时候呢，要注意，还是有点 trick 的，因为这边呢有一个螺丝要松掉，所以但是呢，也没有必要去动它。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当你决定当天要清洗这个炉子的时候呢，可以事先把这个开关放到 Pilot， 那么等几个小时以后再来清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你刚关掉就清洗的话呢，这个里面的水是非常热的，所以可能有点不安全。如果你关掉几个小时了，家里面正常的用水，这样呢，这个热水呢会渐渐的被用掉，然后冷水会 fill 进来，这样呢，它的这个水温呢会显著的降低，会没有那么危险。好，下面呢我会把这个冷水阀呢关闭，这个呢很简单。可以了。如果你的热水炉上没有这个开关的话呢，那么你需要把这个 house 的总的水闸关闭。好，这一步之后呢，我会把一个水龙头的热水的开关打开。这个呢，就是家里任何一个热水的水龙头打开都可以。这个目的呢是让这个空气能够进入到这个热水的这个系统当中，这样呢方便这里面的热水顺利的排出来。好，下一步呢我就开始接水管。我用的就是这种普通的花园的 hose。这个不用太紧，差不多不漏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一头的出口放到一个可以流水的地方。好，现在我可以打开这个水龙头。这个呢是这种拧的水龙头，有一些热水炉呢，很可能你需要一根1字头的螺丝刀，这里面有一个开关把它拧开。这个呢我就直接拧就可以了。这个呢可以放一个滤网，
这样防止里面有一些杂质呢流到你的下水道里面。这个装置呢是一个安全气阀，一般呢就是这个里面的温度压力太高的时候，水蒸气呢会从这里喷出来，这样呢给它减压。是一个安全装置。那么有的时候这个流水因为没有压力了，它流水流得很慢，有的甚至流不出来，那么可以把这个打开，这样你能够听见这个气呢会从这儿进去，然后这个水呢会从这边排出来，这样会顺畅一些。好了，这个水呢已经放的差不多了。现在呢，我可以把这个冷水呢打开，然后冲洗一下里面。每一次呢不需要打开很长时间，5到10秒钟，然后冲洗一下。这个水流呢会从这儿直接冲到这个 tank 的底部，这样呢会把下面万一有一些杂质的话，会把它冲出来。好的，大概过了差不多1个小时，这里面的水呢算是漏光了。中间呢我又开了这个水阀呢冲洗了几次。这个热水炉呢我是大概3年前装的，实际上这个呢也是我第一次来冲洗这个 tank。因为新炉子呢是很干净的，现在看来还是有一些残渣在里面的，所以呢还好今年做了一个清理。好，现在呢基本上这个工作呢就算基本上做完了，然后下面呢我就进行一些收尾。那么这个热水炉的清洗呢，我建议呢是每年做一次，当然这个要根据你当地的水质，如果你的水质比较硬的话，有很多的矿物质的话呢，有可能要半年做一次，甚至1个季度做一次。总体来说呢，要根据你清洗了，看有多少残渣从这个 tank 里面被冲出来，然后呢进行一些判断。如果残渣非常非常多的话呢，那么你不妨过几个月再做一次，然后看一看效果怎么样。如果还非常干净的话呢，那么你不妨可以拉开一点时间。有一些市政的水呢，质量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你觉得每年冲洗了以后看到残渣非常少的话，那么有可能你可以2年做一次。总之呢，这个工作还是一定要做的。这个呢是提高了你这个用水的质量。这种热水炉呢一般分成2种，一种呢是你自己应有的，另外呢是你跟这个天然气公司租的。我的这种呢，以前呢我家是租的，但是呢后来3年前我自己买了一个装上了。租的热水炉呢，就是说你可以，如果是坏了的话呢，你不用去管它，你打个电话，他们就来给你换新的。但是呢，这样的保养呢也是需要做的，因为如果你长期不做的话呢，会影响到你的用水的质量，也会增加你的这个 energy 的这个账单。那么好，那么现在呢，我就开始一些收尾的工作。把这个拧紧就可以了。然后我可以把这个开关打开。好，现在这个水呢就 fill 进这个 tank 里面。好，当 fill 差不多的时候呢，可以把水龙头的开关把它关闭掉。然后这个气阀呢，我先没有关，这样呢方便这个水的进入，这样它里面的空气呢会从这里面排出来。等差不多快满的时候，我把它关掉，不然的话水会从那儿喷出来。可能呢超过一半了，就这个呢大致做一个判断。现在可以把这个安全阀关闭。这个呢已经没有气从这儿出来了，这个千万别忘了，这个如果打开的话非常危险，因为里面的水温很高的话，这个蒸汽会从那里喷出来。
这个关掉以后就 OK 了。好了，现在呢，这个冷水呢已经把这个 tank 全部灌满了，现在没有任何声音，就说明这里面的压力呢已经达到了平衡，不会有新的水再进去了。那么这样呢，你就可以把这个开关把它打开，这样可以加热这个 tank。Pilot， 然后现在呢，我夏天的时候是打到 Hot， 那么冬天呢，我一般会打到 A， 会更热一点。已经开始燃烧了。这个第一次燃烧需要一段时间，因为这个50加仑，这个水量还是挺多的。这里呢要注意检查一下，确保它不漏水。这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水温你是可以调节的。这里有 low， 有 hot， 有 A、B、C， 还有 very hot。还有一个呢就是 vacation， 就是说如果你度假去哪里，长期不在的话，可以调到这儿，这样可以节省一些能源。如果冬天的时候很冷的时候，可以调到 A； 夏天的时候可以调到 Hot 或者 Low， 都可以。这个 A 以上呢就要小心了，如果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话，会非常的烫。如果他们打开不知道兑一些冷水的话，可能会烫伤，所以不是很建议。刚才有一点忘了跟大家交代，因为我家的这个热水炉呢是煤气的，是 gas 的 natural gas。如果你用的是那种烧电的，那么其实其他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就是这个来源，这个能量的来源。这个呢是关这个控制器就可以了。那么烧电的呢，一定要注意把它的电源开关关闭。如果没有电源开关的话，一定要到那个配电盒里面找到控制这个线路的那个配电开关，把它完全关闭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其他的操作呢，应该是基本类似的。好的，已经明显能感觉到这里已经很烫了。这一期的小视频就给大家展示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和启发。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或者还没有订阅，请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很多非常实用而有效的家居 DIY 的小视频。如果您觉得我这一期节目还不错，请给我一个 thumb up。好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